台湾道场有多少？有跟佛教有关系稍微大一点的。他说我没有准备3几百副，能来吗？所以说我怎么敢来？结果真的就没有来。当然他讲这个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认真啦，就有点半开玩笑的那个方式。那我就当真了，是台湾的长老吓到他，不过他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也比较少出很多地方，都是在马来西亚。那么最熟悉的，当然你们知道是师父咯，所以你们想听听我写给师父的这首歌吗？不过还有一个要告诉你们哦，所有的歌我写过的我都不会唱。一方面是我不会唱歌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些歌我都不会唱。为什么呢？他们帮我谱曲的这些老师们，包括我的同学，他谱曲的时候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的。很多歌呢是他们发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首歌是这样唱的，真的因为我歌交给他们以后呢，我就没有再做任何的说明。只有那个海潮会，我跟那个老师讲，因为海潮会我写3段，然后有两个副歌你们知道副歌咯，就2个副歌，然后其中3段。我3段写的时候呢，是把佛法的3个系统的思想把它贯穿起来所以上了第1段就接第2段，第2段唱到尾端的时候，他接的就是接回第1段这样的唱法，我要告诉他。然后间中放2个副歌，所以其他的我就没有再讲了，写了就交给他，就是他的事了所以呢，你们不要期望。而且呢，我常常说，如果我去一些演唱会，他们有演唱，然后有需要我唱歌的话，他们就要小心，因为我唱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门关起来，不然呢，观众跑光了。然后有一次呢，我跟张学友我们在对话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那个时候也起哄，不知道是结束了还是之前我们谈的时候呢，因为张学友差不多要在香港办那个演唱会嘛，他们有提到说我会写歌词嘛，就说可以写，然后也去邀请我做嘉宾嘉宾要唱歌的我说我不太会唱歌，而且我是清唱还可以。如果有音乐的时候呢，又不知道是我追音乐还是音乐追我。他给了我信心，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唱你的，那些乐师会想办法跟你。还好他没有邀请我，他邀请我又没有把那个演唱会那个会场关起来的话，等到我唱完了他出来，观众都不见了。庆幸这个就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不敢然后我把师父我写给师父的这一首呢，念一下给大家。念我比较会了，因为念就类似什么朗诵什么这样，这个还不难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那么这首歌叫做鸿雁圣言，我4段呢就讲4鸿雁就把4鸿雁放在4段里面。忙什么忙呀，忙什么呀，忙着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有事当然忙，无事怎么也忙吗？非也非也非也，是从有事忙到无事忙，是从有相忙到无相忙。因为度众生，
使吾众生可度。忙着忙着，也就无事可忙了；忙着忙着，也就渐渐老去了，渐渐老去。哭吧，笑吧，大声的哭，大声的笑，开怀的哭，尽情的笑。人间有情，烦恼无尽，烦恼无尽誓愿断。人间有情化慈悲，哭声中，笑声中，一切皆空，一切皆空，有哭有笑，一切皆空，有情化慈悲，一切皆空，烦恼化菩提。放怀的哭吧，放松的笑吧。谁在忙啊？谁在哭笑啊？是我在无事中忙，是我在空里哭笑。那是真我还是大我？都不是，都不是，是无我，是缘起性空的我，是本来没有的我。法门无量誓愿学，从有事忙到无事忙，从烦恼的哭，有情的笑，到空里的哭笑。学着无量法门，也就从有我到无我了。生从何来？死亡何去？生从因缘来，死亡缘灭去。生从无我来，死亡虚空去。生而无事可忙，死而空里哭笑。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抛开了，抛开了，抛开了生死，抛开了涅槃，抛开了一切，抛开了佛道无上誓愿成，无上佛道自圆成。虚空有尽，我愿无穷。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要这首歌不用分析哦，你们都听得懂吗？听得懂就是表示我的朗诵还不错啊。太多了，怎么说？全部都念给你们听吗？我找几首比较好玩的，还有一首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心叫做心言意嘛，心言啊，言啊是猴子，对不对？好，我就来写一首《顺猴记》训啊，哎呀，这个马字旁的训啊，训啊，你看这个发音都不标准，不要紧，这个比较好玩一点啊，念给大家听。心如猴，好攀缘，喜追逐，有然性。虽如此，有觉性，故可调，可驯服。须善巧，先得猴，所套紧，牵在手。听得懂吗？听懂哦。你们的心是不是这样的啊？有方便，护太紧，防其躁，知其中。你有一条索嘛，绳索抓住它，不要抓得太紧，它会躁。但是呢，它也跑不掉，因为你知道它在哪里。那这个呢，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修行的时候要有一个方法，对不对？那这个心要用这个方法，然后用这个方法呢，就好像有一条绳子，那心，但是你不能把它绑得太紧哦，绑得太紧的话，你的心受不了哦。
所以有些人用功太用力了，拼命啊，找呼吸啊，拼命啊，要抓那个数目字啊，最后呢，呼吸找不到，数目字数不到，人就倒下来了或者是越数就越控制这个呼吸，所以有绳子就好了。你有方法就知道你的心跑到哪里去了嘛知其中，这个很重要啊。然后训练的方法呢，若去远，则收缩，让其近，安其心。跑远了，拉一下回来不要让它跑远了，就拉回来。若太紧，则放松，任其去，安其心太紧的时候呢，要放松放松了以后呢，它就比较能够把心安下来。收放仪，喉安定。若移止，可驯化它已经慢慢跑了，你拉回来绑得太紧，放松一下。那么在那个过程，你就在驯化它驯猴子是应该要这样子的过程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驯过猴子因为我不是耍猴的我们看到那个耍猴的才厉害然后顺他的觉性，顺觉性，知其用。猴有什么用呢？训猴要来做什么呢？教耍戏耍猴戏嘛，对不对？那么见能通，要教他，然后教他翻跟斗教他骑脚车教他骑在羊上面那些都有然后有看过表演去染性，觉性用，能耍戏，娱众生。我们训猴来做什么呢？娱乐众生吗？我们修行来做什么呢？娱乐自己咯不是吗？我们要自娱于人那么我们那边教书叫做误人子弟，后来我们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愚人子弟，拿人家的子弟来玩很好玩所以做老师太幸福了你们有老师吗？别人的孩子给你玩够了没有？他们是玩大孩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他娱乐众生，众生喜，所以再回来就调心喉，去杂染，显佛性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然后其实我还有一首叫做《登山记》，这个没有，还有一首叫《养壶记》。泡茶的人，我要告诉你怎么养壶。我看这些选几首就好了啦，不要太多，因为我们的还早有时候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抄别人的东西，然后改一改那你们知道有一首词很出名的，叫做《归去来辞》，对不对？谁写的？谁？陶渊明对不对？他的名字叫什么？陶潜哇，不好意思你们的华文程度可能比我好，应该是比我好，因为你们一定读过的。我们那边现在的学生不一定读到。那他写他归去来辞嘛，我就借用他的归去来兮他第一句不是这样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这个是我有一首是这样子来写。那另外一首呢归去来兮，弥陀呼唤，如母唤子，深深温柔，深深亲切。归去来兮，轮回的人思念母亲，深深母亲，深深弥陀。归去来兮，净土在望，极乐不远。深深发愿，深深一心。
归去来兮，得生净土，诸上善人，深深念佛，深深念法，深深修行。归去来兮，成就净业，成愿再来，深深呼唤，深深度生。借用人家的句子，我蛮会抄人家的东西的。我好几首歌呢，就是还是看听流行歌曲，一些边疆的歌曲，觉得很好听。听了以后呢，慢慢感觉，那灵感就来了。抄了，但是抄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是比较有痕迹哦，还有一些抄了比较没有痕迹。你们如果很熟那首歌，就会发现为什么有几个句子、几个结构很像那首歌这样那时候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知道就好。那么第二首呢，我跟那个他的第一句、第二句相似的哦，那是归去来兮，心田已荒，胡不归？你们的心田不是荒了吗？胡不归？还不来啊？还不回来啊？无始以来，生死流转，杂染丛生，迷世颠倒，以苦为乐，任苦作乐，追逐不停，轮回不息，是不是这样？是哦，承认了以后呢，归去来兮，心田将肯，应已归。刚才是胡不归，现在应已归，因为已经归了，要肯种那个心田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禅定般若，自净其意，以乐拔苦，自利利他，菩提发愿，去向佛道。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呢？你们归来了，归来吧，归来呀！归来了啊！然后归去来兮，心田已肯，故安归，安心了。自性清净，定慧一体，一行三昧，直心流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全部都是抄来的。这些句子你们都会的吗？但是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写成歌呢？现在我写成了，你们再来写就抄我的咯。我抄佛经的没有问题，对不对？佛经的东西本来就是让我们抄的嘛，所以要会这一招，知道吗？然后下来呢，因为刚才讲的都是其中一个，归去来兮是要回净土嘛。然后我再告诉大家，写一首歌叫做《净土》。净土不是养老之家，净土不是养老院啊！记得啊，你们要发愿往生净土的不要以为去那边养老啊，开玩笑。净土不是养老之家，净土是进修佛法的最高学府，所以法鼓山就是净土，因为法鼓山是我们学佛最高的学府。阿弥陀佛是校长，观音是字左右手，一个副校长，一个第二副校长诸上善人，有教授，有同学，学府气氛浓厚又庄严，一切设计皆具佛法的文思修，修行风气甚良好，学府众生日日修佛法，学成回道说婆度众生，所以不是养老之家，最高学府哦。所以你们发愿往生的这个愿要对，知道吗？你把那边当这个养老之家，阿弥陀佛是院长了，养老院的院长了，知道吗？但阿弥陀佛说，我不要做这个院长，我要做校长阿弥陀佛
我忘记他什么时候跟我讲的。净土不是久恋之乡啊，你不要一直想着去了就不想回来。净土是菩萨道上歇脚的化尘，阿弥陀佛是尘主，观音是字左右手啊，副尘主了啊。诸上善人有官员有平民，化尘环境庄严又美丽，一切建设皆有佛法的文思修，修行风气甚良好。尘中注重日日修佛法，歇息够了，即成菩萨道。把我的名字也写下去，你看。继承嘛，对不对？继续你的行程嘛，对不对啊？所以继承2个字呢，可以做一个谜底，然后猜一个我们常用的词啊，3个字的，再出发。不过这个谜语呢，是新加坡一个学佛的一个谜语专家他写给我的。他的谜底本来是再出发，再出发猜马来西亚的一个法师。我把它倒反过来了啊。然后最后一段，净土不是最后归宿啊，不要以为你去了，在那边就不想动了啊。净土是修行佛道路过的驿站，阿弥陀佛是站长，观音是字左右手，诸上善人有顾眼也有过客。驿站设备齐全又完善，一切设备皆有佛法的文思修，修行风气甚良好。站里成员日日修佛法，路过休息，继续向佛道。不好意思，再用继承了，整天继承，不好意思。那么这个观念呢很重要，净土的观念